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它没有下面的副防撞梁，也就是那个行人防脚的横梁。我们先不看奥迪 A6、A8，我们就看奥迪，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中期改款的全新的奥迪 A4L 的一个拆车现场了。之前也是聊了很多动态、静态这点事儿啊，开起来呢，我会认为真的是和之前的奥迪是有不一样的逻辑，包括不一样的感觉的。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之后的节目呢，就会用更简练的代号呢去代替一下，比如说上一代产品对吧，叫做 B8，中期改款之前叫做 B9，这代车呢我们就管它叫做 B9.5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把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呢跟小伙伴去看看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依然是老规矩呢，在说前后防撞梁之前呢，先跟小伙伴去说一下发动机舱里面那点事儿啊。第一次去打开这个发动机舱的时候呢，会感觉初段啊，哇塞，感觉怎么那么的沉啊？当时想说这个铝盖怎么这么沉呢？但结果是我们测试了一圈之后，这辆奥迪 A4 竟然是一个全钢覆盖的车身，这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无论是引擎盖啊、翼子板啊，所有的位置都是拿磁铁去测试过了。我们拆过很多车嘛，比如说奥迪 A6，大部分都是一个铝的一个覆盖面，就连奥迪 A3，大家都说它不就是一个换壳的高尔夫吗？翼子板、引擎盖它也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制，那为什么单只有奥迪 A4 是一个全钢车身呢？再怎么着你不能做的比奥迪 A3 还差吧？顶端我们看到标准的双锁扣，上边呢还是会有一道额外的橡胶条，防止风灌进去。漆棉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有两侧的液压挺杆。那我们再看到发动机舱里面，首先呢，奥迪 A4 是一个非常规则的双舱式的设计。我再跟小伙伴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双舱式设计。顶端有两个区域的盖板是可以打开的，那在我左侧呢，打开以后里边是一个空的。那我只是推测，如果有48伏微混这类东西的话，你的电池有可能是放在这下面的。右侧打开以后会看到刹车油的灌油的位置，然后呢会看到空调的高低压管。我们在打开这个盖板之后，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它是有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的。发动机舱到后面这个舱中央是有一个金属的隔板的，而后边到驾驶舱那块还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隔板，当然后面这个金属隔板呢是它的整个车身，前面这个金属隔板呢是它前面隔出双舱式设计的这样一个隔板，就是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双舱式设计。当然双舱式设计呢也是众多豪华品牌一般情况下都在用的一种设计，是因为对于降噪也好，对于布局也好，管线也好，是一个更好的保护，包括说隔音这块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提升。好，我们看一下相应的油液的位置。这个车的玻璃水呢设计呢非常的独特，是在这一个位置，是在引擎盖打开的角的下面这个位置吧，设计的实在是太刁钻了啊！当然呢，能不能用？能用，就是有点太别手别脚了。我打开引擎盖之后，我拿着这瓶玻璃水，我还得绕到后面去灌注啊。再往下看呢，是会看到电瓶电极的位置，因为这台车的电瓶呢是在后面备胎的下面。最左侧呢会有一个红颜色的盖，打开之后呢会看见有一个端子啊，这是正极的端子。我们再向右看，在它悬挂塔顶的下一侧会看到有一个接线柱，这个是负极的位置。对于搭线这块来说呢，我们也是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我们商城呢也是有非常好用的应急电源，如果小伙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好，再往下呢是它风箱的位置，也就是它所谓空滤的位置，需要打开6条螺栓才能够把这个盖打开，然后去进行相应的空滤的更换。我们再向右看，可以看到它的膨胀壶也是德系的一体式的膨胀壶，并没有相应的单向阀。这种一体式设计是比较新的设计，是因为
设计更好了，里面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就能够保证相应的散热的条件，所以说不需要单向阀了。再往右呢会看到行车电脑的部分，再往下呢会看到它的 ABS 泵的部分，位置呢的确是有点靠前的，但是它这个位置啊也还算可以，是因为如果撞到这个位置的话呢，你车也基本上动不了了。那我们最怕什么 ？ABS 泵放得更前一些，你这车发生了一个撞击，车还能继续走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泵就损坏了。更多的 ABS 泵会在防火墙这一侧，是因为这种位置呢保险系数会更高一些。那奥迪 A4 呢还是有一个前面的我们叫顶巴啊，通过2个塔顶一个铝合金的材质和车身去相连接的。好，那么现在重点呢就来聊一下这台第3代的 EA888 的发动机。我们把发动机罩给打开啊，会看到后面有相应的吸棉。EA888 呢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3代了，并且呢其实 EA888 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呢是奥迪主推设计的这样一个发动机，后来呢才在大众车上呢更多的车型去用的。当然呢每一代的 EA888 呢都是有相应的改进的啊。第1代的 EA888 是从2006年开始使用的，第2代呢是2009年，第3代呢是2011年。可以看到时间的确不太长，就是非常快的去迭代了。前2代的产品上面呢，怎么说烧机油也好，等等也好呢，的确是大家一直在诟病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从发动机本体而言呢，也会看到第1、2、3代在技术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说呢，第2代较第1代呢增加了可变气门生成技术，而第3代在第2代的基础上呢，的确又加了混合喷射、集成排气气管、缸盖等等这些技术啊。之前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呢 ，EA888 在那个时代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可变气门生成这项技术呢变得越来越成熟，所以说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第2代的 EA888 跟第1代的 EA888 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缸盖部分是有很多电磁阀的，这个呢就是可变气门生成技术。可变气门生成和可变的气门正时，这是2个概念。这台车呢依然是双 VVT 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在2个凸轮轮的顶端有2个相应的电机啊，去控制不同的相位。气门生成呢是控制气门往下压的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呢和本田的 VTEC 包括说宝马的 Voltronic 是有些相似，但是说呢他们的技术点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控制气门。第3代呢它的变化更多了一些，增加了混合喷射，包括说集成排气气管这样一技术。先说一下混合喷射吧。EA888 呢之前的问题是很多的，而最大的问题就是积碳。很多发动机我们说用到最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积碳是最大的元凶之一。所以说呢，大众也好还是奥迪也好呢，去原厂去进行保养的时候呢，人都会让你去加一个巴斯夫啊这类的添加剂。他知道 EA888在中国这一个油品和路况里面就会有积碳的问题，而积碳就是你烧机油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对于积碳这块来说呢，我们是建议从一开始就要适量的使用添加剂了。您不要等着这个积碳都积到活塞环卡子这个程度上，您再去清理积碳。说实话，有点晚了。积碳的话呢，在发动机里面呢是有3个部分是比较容易积成的。首先是进气的气门部分，如果积碳非常多的话，它是会影响进气的气流的。还有一个就是燃烧室里面积碳呢是会影响车的动力的。最要命的就是活塞环的积碳，因为我们说一般活塞环呢是有3道环，2道气环，1道油环。油环呢是一个曲面的那样一个东西啊，它是有弹性的，它的作用是你的活塞往上走的时候，其实表面都是有机油的，这个时候需要你的油环把缸壁的机油给撸下来。如果你的活塞环失去弹性的话，你想啊，本身是一个猴皮筋儿，对吧？都没弹性了，我想用这猴皮筋儿往下刮点油，刮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会导致烧机油，对吧？烧机油它会烧干净吗？烧不干净，它会生成积碳，所以说反复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很多的德系发动机、法系发动机，甚至于很多日系发动机烧机油。再次的强烈的建议啊，小伙伴们，条件允许的话，从第1箱油就开始适量的使用汽油添加剂，至少说可以保持尽量原车新车的一个状态。打个小广告啊，我们的商城呢有非常好用的大蓝瓶，包括还有燃油宝。前些日子说想测试一个新的产品，我们用我们摄像小哥那台天籁嘛，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积碳，是不是？结果打开一号，好，里面锃瓜瓦亮的，就是因为
我们摄像小哥没事就拿我们的大蓝瓶去用去，经常使用添加剂的射精跟不经常使用添加剂的射精过后使用的工况差别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EA88 第3代啊，在硬件上面也是有了相应的改进，使用了混合喷射技术。以前的 EA888 呢都是缸内直喷，缸内直喷它压力是比较大的啊，至少是280的一个压力，可以让汽油打得更散，包括说它的混合度会更好一些。但是它的确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气门的积碳怎么办？一般自然进气的发动机，它这都是气管的喷射技术，而汽油是会喷到进气门上面的。那进气门呢，汽油的确是叫做有一定的清洁作用，就是积碳呢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EA888 的发动机，尤其是以前2代为主，它的气门积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俗称叫挖煤，这个时候会影响进气的效率的。无论是从积碳的层面去考虑，还是从经济性的层面去考虑，所以说第3代的 EA888 加了双喷射的系统，这台车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顶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压力泵，可以看到有3个管线连接这个压力泵，其中一个管线呢是进油管，从顶端进去，下面呢是有一个金属管进到发动机的里侧啊，就比较靠下了，我们看的不太清楚，还有一根软管是在靠右走，这一个就是它的低压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进气气管是在这一个位置，在不同的工况下面再用不同的喷射技术，这也是在硬件方面呢对于进气门的积碳是有相应的帮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集成式的排气气管技术，这个也是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技术吧。首先呢，这个技术对于加工的难度是比较高的，是因为它的排气气管呢是跟缸盖这块是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排气并不是说像以往的一样是一个缸一个缸啊，我们说4个缸有4个排气孔出来，通过我们就俗称芭蕉进到3元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这台发动机呢，因为毕竟是一个纵置发动机嘛，左侧会看得更清楚一点，直接从发动机一个管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叫做集成式的排气气管，会让你在热机的过程中更快的让发动机这块呢去热起来，包括说可以更好的去控制你的排气的温度，这个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技术。但是相对而言呢，加工这块包括设计这块是比较难的。好，那我们也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发动机本体吧。首先呢，它是一个纵置的发动机，是一个 2.0T 的排量4缸的发动机。这一个圆的位置呢，就是油气分离器。第3代的油气分离器，它里面的迷宫呢会更复杂一些。相对而言，就是油气分离器破裂这一块导致的烧机油，第3代的确会好很多了。好，那我们再向右看呢，会看到相应的可变气门生成的一些电磁阀的位置，然后是气管喷射喷油嘴的位置。右边呢是看到整个的进气道是塑料的形式就是 PVC 的形式。进气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它不需要用金属去控制它的温度。进气气管用 PVC 的材质是可以的，并且呢会让你的内壁更光滑一些，更好的去提升这个进气效率。防火墙呢也是比较靠里，是一个大面积铝瓦的形式。现在国6的发动机呢，除了它原本的3元之外，还是要有一个叫做颗粒捕捉器。而这台车呢是一个纵置的发动机，我们会看到左侧集成式的排气气管出来之后，直接是它的涡轮，涡轮完后直接就是它的一个3元的排气，绕过来到后面，也就是它的防火墙的那块位置，就是它的颗粒捕捉器。国6发动机都是要多加这样一个包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辆车抬起来，把前后的杠皮拆掉，看看这辆车的前后防撞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台车的前后的杠皮已经都拆下来了。拆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视频会在周5的公众号上面会有播出。如果说感兴趣小伙伴呢，也是要去看一下我们周5的公众号。前后的杠皮厚度也是可以的，硬度也是可以的。毕竟说在拆的过程中嘛，虽然说这个非常难拆，但是呢，杠皮整个的强度一致为还是 OK 的。所以说我们会把前后的杠皮呢评成一个厚的这样一个级别。前面的行人保护泡沫是有的，一个小伙伴去看一下，把它摘下来，并没有太多的我们叫做镂空的东西。那整体的弹性呢也还是 OK 的，但是我们说它的密度会差一点，就是摁起来会过于的偏软一点，并且呢，我们在行人保护泡沫上面呢没有看到相应的气压式的传感器，所以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既没有气压传感器，也没有主动式的引擎盖。它的这一个行人保护泡沫呢，它的宽度也是够的覆盖了整个的防撞铝合金梁。我们来看一下防撞梁的本身。首先呢，它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侧面看到它也是一个口字的形，这也是奥迪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好，那它的防撞梁呢，也是我
我们测得了相应的厚度，的确后面会更厚一点，厚度呢是3.38毫米。这项呢满分5分，得到的是5分，是一个满分的状态。它的前边这一面呢会更薄一些，大致测了一下是2毫米多一点点。它的铝合金防撞梁是一个焊接的形式，这个还的确不太多见。看过那么多的铝合金防撞梁，基本上是通过挤压的方式制造的，这种的成本会更低一些，因为它的确不需要那种大型的铝的那种挤压机。气囊盒呢也是一个方的形式，我们看到有相应的诱导，然后后面呢有4颗螺栓是可以拆卸的，长度呢是179.93，这项是满分5分，得到的是5分。防撞梁的宽度呢是115公分，轮宽呢是174公分，占比呢是66.09%，这项的满分5分，得到的是2分。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呢是134.89。满分5分，得到的是5分。非常早的时候，我们拆过 B8 跟 B9，那么今天呢 B9.5代的这样一个产品，我们也会做一个相应的比较吧。防撞梁这一块，这3个车呢大致是差不多的。B8 那一代呢也是一个铝合金的，但是它制作方式是有些不一样的。B9 和 B9.5 代呢，从前防撞梁这块呢是一模一样的，上面还是有主动式的进气格栅，B8 是没有的。B9 我们当时买了一个配置啊，它是有这个架子，但是没有这个主动格栅的这个扇叶。9.5代我们看到主动式进气格栅有了，当然主动式进气格栅呢，从环保角度来说，还是从冬天的暖风的这块角度来说呢，其实都是有相应的帮助的。空调管有2根都是从边上走的，这个是比较要命的，是因为理论来说这一块是不应该有其他的东西，一般的车的剐蹭碰撞这一块是非常容易的。下面呢是风冷式的中冷箱，然后有2层的散热，前面一层呢是空调的冷凝器，后面一层呢是整个的散热系统。右侧啊，除了一个喇叭之外呢，没有太多的东西。防撞梁再延伸一下吧，拆过了 A6， 拆过了 A8。从前面防撞梁的形状来看的话呢，的确 A4 的级别是最低的，是因为 A8 呢它的这块虽然说一个焊接的形式，它是会更延展一些，而 A6 呢它是整个直接是那种挤压出来的一个延伸嘛，会让25%碰撞的成绩会更好一些，这种我们会看到相应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下面的副防撞梁，也就是那根行人防卷入的横梁。我们先不看奥迪 A6、A8， 我们就看奥迪 A4。B9 那一代就是没有行人防卷入横梁的，到 B9.5 代你还没有防卷入横梁，其实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很多大众的车型在我们近期拆的这些比较新的车型也都标配了行人防卷入横梁了。你说你一台奥迪的车型，你至少还是辆 A4， 你为什么没有？你都中期改款了，你下面你去加一个横梁，真的很难吗？行吧，那前面呢也基本上就这么多。那么现在呢，去后面看看这辆车后面防撞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来到后面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防撞梁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防撞梁呢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这和 B9 啊这一代是相同的，但是的确呢是比 B8 呢是有长进的，而 B8 的后防撞梁呢是一个普通钢板冲压的形式。我们也是量了它的厚度，它的厚度呢也是达到了一个3.36这样一个厚度啊，也是5分满分，得到的是5分，也是焊接的形式。我们从侧面呢也是看到是口字形，上面呢也会看到有非常长的焊缝。防撞梁的宽度呢是119，比前面略宽一点儿。车轮的宽度呢是173，占比呢是68.79%，也是5分满分，得到的是2分。后面的防撞梁呢也是非常的突出啊，也是非常明显。我觉得这个做的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形式。我们一直在强调后防撞梁是在你低速碰撞的时候，您不能说好什么都没够着的，咣先把门给撞坏了。我们看一下防撞铝合金梁和车身的连接，有1、2、3个螺丝，右侧呢也是3个螺丝，但是呢我们在右侧呢会看到一个拖车钩。以往情况下呢，有拖车钩的地方呢，它应该呢4颗螺丝是满的，对吧？它的确为了去加固它拖车钩的这种形式，在左上角多了一个铆钉，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4点的形式，才能够去抵制它拖车这个力量给这个整个螺栓带来的一些压力。如果你是3个的话，可能
左边那块缺失力量导致整个结构的崩塌，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以前会看到大众啊也好，是手螺栓嘛，人都是打上眼了，对吧？然后呢，哎呦，这个螺栓放仨也够了，这边呢有脱齿钩呢放4个。后来一直到现在已经发展到我连眼都不用打了，我就给设计3个，对吧？我都懒得去变一下后面这个模具的模型，但是在右边的确有一个加固的铆钉，后面这块呢会看到有一个额外的刺激的天线，这块也要注意点。如果说发生追尾的话，左侧这块的确会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注意一下的。好，那这台车的后防梁呢，已经跟小伙去聊到这儿，那我现在看看这台车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我们去看一下。好，那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中期改款奥迪 A4L 在前后防撞梁部分的得分。前后防撞梁呢，我们现在满分呢依然是61分，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这台车的得分呢是50分。近期好像都是一个真的挺高的一个成绩了。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呢，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一个表。如果仅仅是看视频小伙伴呢，也别忘了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网站啊，3w 大飙车全拼.com。从总体来看的话呢，这辆 B9.5 和 B9 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当然差别也是有的。例如说前面的主动式的进气格栅 B9 是没有的， B9.5 代是有的。前后的防撞梁呢，材质也好，还是从样式也好呢，和厚度也好呢，基本上也是和 B9 是差不太多的。它为什么会得到一个相应比较高的分数，是因为它的防撞梁的厚度呢，的确是比较厚的，已经达到了一个3.3毫米之上了，厚度这块拿到一个满分成绩。最后呢，同样还是要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这台奥迪 A4L 啊，国外碰撞的一些成绩呢，也是让小伙伴作为一个参考。那在美国的 IHS 这一块呢，它拿到了叫 Top Safety Pick 的这样一个成绩啊，也基本上我们算到5星加的这样一个成绩，是在大灯的部分是有相应的失分，偏斜碰撞啊这些东西呢都拿到了一个 Good， 拿了一个 G 的成绩。那欧洲的话呢，也是有相应的碰撞，他们的碰撞的车型呢是 B9 那一代，因为他们认为 B9 跟 B9.5 这个中期改款是同样一个车，它拿到是一个5星的成绩。那其中呢，成人是占到89%，儿童成绩呢是拿到了87%，行人呢是拿到了75%，安全辅助拿到了也是75%。成人这一块正面偏斜碰撞，驾驶员的胸部是失分的，包括说腿也是有失分的，胸部失分是失分比较多的。乘客那一侧胸部和腿都是有扣分的，完全正面碰撞，后面乘客胸部失分是比较多的，司机乘客胸部是有失分的。侧面的碰撞，其中柱撞驾驶员一侧胸部失分是比较多的。好，今天呢前后防撞梁呢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那明天呢就是这台车底盘的部分，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这位说真话大冰块。那我们这台中期改款的奥迪 A4L 底盘，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